冲突打了1年多，俄罗斯经济不降反升，时隔8年重回全球前10，美国人反应过来找上中国，这仗不能再打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日前，俄新社根据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战略机构的数据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自2014年以来，时隔8年，2022年俄罗斯经济重返了全球前10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结论出乎了所有国家的意料，包括美国。美国为什么推动俄乌冲突？就是想以代理人战争，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领域对俄罗斯发起组合拳攻势，把俄罗斯打趴下。回顾过去1年呢，美国的手段不可谓不毒辣，限制其他国家和地区购买俄罗斯能源，将俄罗斯踢出国际金融框架，西方资本集体从俄罗斯撤资，发动阵营对立，全方位无死角对俄罗斯展开制裁。本来按照美国的预想，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外汇没有了，生产停顿了，贸易中断了，还被战争绊住了腿儿，俄罗斯不死也得脱层皮呀。但结果呢？冲突1年多了，俄罗斯逐渐找到了苏联时期军备生产的节奏，发挥了传统优势。去年以2.3万亿美元冲到了全球第8的位置，反而是跟美国同一阵营的西方国家，还有亚太的日本、韩国之类的老牌外贸强国，经济都遭到了重创。比如韩国，毫无悬念地调出了前10的行列，日本马上要被德国赶超了。德国之所以在经济上能超过日本，并非是德国发展有多好，更多的是日本经济形势更惨。要知道，去年德国的外贸顺差比前年缩水了接近2/3，这就在比烂。我比你烂得好一些，我就能反超你。说的有点远了，我们再说回俄罗斯。很显然呢，俄罗斯一转冲突初期的不适，一边开动军工大生产，加大了军工采购力度，一边加强日常经济发展，将投资引进和资源出口从西方转向了东方。2驾马车同时发力，称得上是经济奇迹了。当然了，俄罗斯能将资源出口顺利从西方过渡到东方，中国在背后提供了很大的支持。看一看去年中俄贸易，相比2021年，2022年中俄贸易额增长1/3，而除了经济方面，俄罗斯军工生产走起来了，前线战场的局势也不一样了。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保持着明显的优势，反而是乌克兰、美国和西方国家，甚至是乌克兰领导层都并不看好这次还未开始的春季大反攻。未战先言败，可是兵家大忌呀。为此啊，美国人也反应过来了，这种局面下，美国再怎么支持乌克兰，再怎么动员西方国家，都已经无济于事了。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。正如日前《华尔街日报》发文所说，美国和西方的思维开始转变了，找上了中国，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，帮助俄罗斯做到谈判桌前。这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美国向中国认输了。美国受局势所困，没办法再跟中国对着干，反而要寻求中国介入，来帮助美国缓解自己一手推动的冲突。当然了，这不是说冲突马上就得停止了，相关的谈判估计得等到乌克兰反攻结束，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。但总的来说，这对中国不算个坏消息。美国能低个头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这事儿就能好办很多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